这个女孩名为马尔福莎，她正在努力将脑子里的钱转移到自己的钱包内。这是她的妹妹斯纳静歌，一名未成年的未成年人，看面相似乎是日漫中乖巧不惹事，但却容易成为活在主角回忆里的类型。哈哈哈，甚好。两人出生于中产家庭，属于5等公民。马尔福莎每天都会去面包房打零工，虽然薪资不高，日子过得十分拮据。不过马尔福莎却拥有远大的理想，她觉得只要想办法把脑子里的钱都提出来，自己就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。最近马尔福莎所在的国家和邻国爆发了战争，一个中年老登带着几个壮汉上门送温暖，顺便给马尔福莎递了一张表格。马尔福莎读过一些书，纸上的字也认得少许，看完之后他松了一口气，原来只是自愿征兵表，还以为是去前线当田线宝宝呢，吓死人了。在这个国家，参军不但能领薪资，还能吃到圣诞节的火鸡，甚好。为了让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，马尔福莎毫不犹豫跟着老登走出了家门。看吧，我就知道这妹妹出场不到5分钟就成了主角回忆里的一员，哈哈哈。到岗第1天也没说训练之类，马尔福莎只拿到了一把小手枪，说是让她镇守北大门。这对马尔福莎来说，幸福似乎来得有点太突然了。保安岗可是响当当的铁饭碗，清闲雅致，甚好。第1天来了一个机器人，无视马尔福莎的警告，想要冲卡，他只好使用美式狙核，清空2个弹匣，勉强将对方挡在大门之外。晚上，他向自己的上级领导白毛莱卡反馈了这一事，没想到对方却说这很正常，并表示若是拿机枪扫，效果甚好。所以他建议马尔福莎，如果想做好自己的工作，那就花点钱雇个随从，再买把拥有9点耐力值的机枪。马尔福莎听罢，不禁笑出了声，说：“哈哈哈，莱卡领导真是优上帝一墨，自己1天工资加提成不过19文钱，除去所得税和社保，还得交莫名其妙的助学贷款，住在环境恶劣，也不知墙壁是墙皮脱落还是长了苔藓的保安宿舍，每天还要收走我6文钱，再加上1文通讯费，实际到手工资才5文钱，而一挺低级机枪加1名随从却要20文钱。Are you kidding me？” 马尔福莎觉得一把免费的小手枪守个大门绰绰有余，便拒绝了莱卡的建议。就这样，白天看大门练练美式狙核，晚上回宿舍洗个澡，美美睡上一觉的日子，成了马尔福莎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，甚好。最让人开心的就是每天薪资会涨1文钱，所以这日子过得可是相当有盼头。1天1文，1个星期就是10文，1个月就是100文，半年就是1000文，1年就能有1万了。到那时，自己和妹妹便可以升级为2等国民，一辈子吃喝不愁，哈哈哈，甚好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就在基本薪资涨到27文钱的时候，工资条上突然出现了居民税和消费税。这一天，马尔福莎的实际到手薪资仅2文钱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涌上心头。他不清楚那是什么感觉，只知道有点苦。随后安慰自己，只要薪资还在涨，多扣点税倒也没什么关系。最近不知道怎么的，机器人越来越多，面对成堆的硬壳，一把小手枪守大门也是相当吃力，每天大门都会受到不小的损伤。领导表示，大门的修理费得从马尔福莎工资里扣，奖金自然也取消了。马尔福莎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一看工资卡1毛钱没有，哈哈哈！我笑他人自费买武器雇随从傻得很，却没想到马楼竟是我自己。由于大门失守的次数太多，马尔福莎成了大家眼里最没用的人，最后被贬为10等贱民，送去了改造机构。1周后，改造机构中数人死亡的新闻刊登在报纸的角落中。妹妹斯纳静歌只是瞥了一眼，随后望向窗外，继续期待着姐姐的归来。马尔福莎猛然惊醒，眼前是熟悉的大门，右上角还有自己上岗第1天特有的操作教学。他松了一口气，原来刚刚的一切只是噩梦而已，哈哈哈，甚好。马尔福莎以前读过东方某个大国的一些书，
经常能看到书上说美梦成真。对此他的理解是，只要自己足够美丽，那么做的梦就会变成真的。所以他吸取了梦中的教训，决定雇个随从，再买点武器。精心挑选之后，他决定让这位名叫贝尔卡的双马尾少女作为自己的随从。因为出生于8等国民家庭，所以比较好控制。虽然是傲娇属性，但至少不会在背后放冷枪，让马尔福莎体验友军之味。除了冲锋枪火力弱了点，似乎是完美的选择。贝尔卡平日也特别爱干净，眼里容不得一点污渍，不仅每天都要打扫卧室，就连领导莱卡不小心放着的钱包也被他视为垃圾给丢了。所以贝尔卡的黑丝大概是没有那种观众期待的独特气味的，哈哈哈，甚好，不然 B 站观众们肺部真菌感染，UP 主可出不起治疗费。这次轻轻松松就守住了大门整整40天，就连超大型机械都不在马尔福莎和贝尔卡组合的话下。由于表现优异，领导们决定将2人以及莱卡调岗至内门，成为守大街的高级保安。这本应该是高兴的事，但是马尔福莎一看工资卡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之前虽然时不时要交更多税，但每天的工资多少还能涨一些，现在却是固定60文钱，各项税还涨了少许。现在每天实际到手只有固定的5文钱，这波明升暗降真给领导们懂完了。没过几天，又是一纸通告下发，说恭喜马尔福莎，之前在外门的时候，由于权限问题，每一天大门要是轻微损坏，只能等上级派人修复。而现在他获得了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修大门的许可，之后大门的矮池壁减少，将不再自动回复。每日5文钱，10文修大门，3文买道具，晚饭2粒药，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，哈哈哈！又是40天一晃而过，期间有2、3台大型机械冲破了外门的防守，早已成为精英老兵的马尔福莎丝毫不慌，轻松击退了所有敌人。贝尔卡那无微不至的照顾也省了马尔福莎很多事。福和傲娇都有妈妈属性的定理，甚好。这一天一觉醒来，马尔福莎本想和往常一样上街镇守内门，然而一声巨响过后，原上级莱卡却急急忙忙冲了进来，表示敌人已经攻破内门，包围了宿舍。无奈之下，马尔福莎一行人只好以床、冰箱还有柜子作为防御工事，守在房间内。凭借着老兵属性加成以及手中的高级武器，又熬过了10天。第90天，一个酷似野兽的机械直接在入口处开了个窟窿。自那以后，防守变得更加艰难了。这段时间，工资照常发放，还能购买武器，然而支援始终不见踪影，也没有食物补给。第100天，一个触手机械冲入房间，马尔福莎与贝尔卡拼尽全力，勉强将其击败。此时的马尔福莎身受重伤，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贝尔卡想将最后的食物喂给他时，敌人的人类士兵走了进来，表示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让活人当甜馅宝宝。像他们那样民主自由的国家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，他们只会派出机械进行战斗。敌人士兵说着，注意到了即将凋零的马尔福莎，打算送他一程，没想到一旁被俘虏的贝尔卡突然情绪异常激动，想要反抗，结果也倒在了枪口之下。所以自己的生命只剩下100天了。再次从噩梦中惊醒的马尔福莎如此想着，他没有绝望，反而制定了一系列计划。毕竟自己是一名精英老兵，生与死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并不重要，他只是放心不下妹妹罢了。这次他找的随从名叫比昂，一个极度自卑的9等国民，怕自己身体太脏玷污了洗澡水，10天半个月没洗过澡。虽然 B 站观众们也许会喜欢，但马尔福莎却很是头疼，总是嫌他太臭。这样的队友自然不太靠谱。100天后，敌人只是说了能提供3餐，比昂就让马尔福莎放下武器，一起成为俘虏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敌人国家能够享受民主与自由的，仅仅只有本地人而已。至于外乡人，哈哈哈，那些如此智能、可以自行思考和判断敌我的机械，以游戏里的科技水平，只能抛弃人性才能创造出来吧。第4次机会，马尔福莎决定让9等国民艾诺斯作为自己的随从，因为他虽然出生在低等家庭，
但不自卑，又很冷静，还读过不少书。然而马尔福沙还是失算了。艾诺斯其实早就看穿了领导们的意思，他知道以自己的地位和能力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援，于是两人再次被俘虏。第5次，马尔福沙决定不再找低等国民，因为他们忠诚度不够高，所以他找上了斯特雷卡，看面相是一名三无少女。此人不仅是一名4等国民，还是书读万卷的高级知识分子。马尔福沙判断他不会不忠，还能和点子王达奇一样想出许多奇奇怪怪的妙招，甚好。然而太聪明的人总是活得很透彻。斯特雷卡知道敌人的机械都是如何而来，所以他明白自己既得不到支援，被俘虏后也活不下来。于是他给自己和马尔福沙各留了一发花生米，守到了最后一刻。第6次，马尔福沙说服了3等高级国民元气红发女阿利比娜作为自己的随从。此人地位较高，天性乐观，又比较自恋，总是喜欢听别人夸自己。这样的队友即便不忠，也会为了自己想方设法活下来才是。然而让马尔福沙没想到的是，阿利比娜实际上是一名敌对国家的私生女，头发根本不是红色，而是敌国人特有的银色。敌人俘获她的时候，她装可怜，表示都是自己人，自己是被胁迫才将枪口指向友军的。正当马尔福沙以为他要调转枪口朝向自己时，他却趁机给敌人喂了一粒花生米，放弃了活下去的机会，然后得意地表示接下来可以带着马尔福沙一起逃出升天了。但是阿利比娜没看过什么电影，又总是过于乐观，所以不懂得敌人倒地要补枪的道理，结果被受了轻伤的敌人反杀。第7次重生的马尔福沙对于找队友这件事感到厌烦，每次都是100天的感情培养，换来的却是死亡。哪怕是选择自己的上级莱卡，也逃不过被俘虏的命运。所以这次选择的费利赛特·马尔福沙更是不抱希望。此人虽是2等国民，但属于是那种会平地摔还就地睡觉的天然呆。一把大狙虽然 DPS 奇高无比，但我若是掏出野牛加 P90 的组合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？不出马尔福沙所料，宿舍失守的速度比以往更快。费利赛特内心有些愧疚，他希望马尔福沙能够逃出升天。最后他想在高点狙击，掩护马尔福沙杀出重围，结果被敌人突脸，导致行动失败。马尔福沙已经不记得这是自己第几次从噩梦中惊醒了。纵使老兵再坚强，也见不得培养了深厚感情的队友一次又一次倒下。他决心要以一己之力救下保安宿舍的所有人。对于敌人的兵力布置，他了然于心，成功熬过了100天，而身后的大门完好无损。由于战绩优异，领导们这次决定派出增援部队，将马尔福沙从被包围的宿舍中救出。他终于逃出了地狱般的轮回，硝烟味弥漫的空气此刻也变得无比香甜。他有点激动，赶忙问面前的老登和曾经的自己奋战过的那些队友在哪。老登说：“你很优秀，所以我们会来救你。至于你那些所谓的队友，都是垃圾，所以没救。毕竟自己还要保留兵力，准备反攻。”是的，马尔福沙只有2种选择，要么和队友一起战死，要么献祭所有队友，让自己活着。由于领导们准备新计划需要时间，所以马尔福沙获得了短暂的假期。他拖着一身的伤回到家中，和妹妹紧紧抱在一起。新计划的名称是熔铁，意思也许是将少女的身体熔铸成钢铁吧。不过那都不重要，既然朝夕相处的队友已经全部死亡，自己的未来也是一片黑暗，那就好好把握当下和妹妹在一起生活的日子，给她的人生中留下一丝自己存在过的痕迹吧。